在未来世界，断舍离只需一张毕业证书，无论是雪糕、甜点、马卡龙，还是盆栽、插花、文艺范儿，只要在毕业证上写下要断舍离的内容，通通都可以断得一干二净。这天，老妈买了海量零食回家，只因店铺打骨折，害得老妈成了剁手党。为了避免自己嘴馋变胖，于是她决定送给邻居当福利。见此情景，大雄两人连忙开启化疗模式，希望老妈可以把这些美食留给自家人。作为干饭界最胖的喵星人，小多拉拿出一本毕业证书，在上面写下零食2字，接着将它授予给老妈，就让老妈梦回18岁。老妈自称已经过了吃零食的年纪，便把这波福利全送给了大雄两人，而两人也不负众望，直接吃成了脸部畸形。大雄跟小多拉借来毕业证，便决定上街作死。正巧碰到神城开着红脸特效，要对小夫3人下黑手，于是大雄二话不说写下盆栽，将它递到了神城手中。只见秃头大叔秒变小八嘎，含着热泪拖着发，就要跟他的盆栽说拜拜。他将自己的盆栽存货悉数拿出，二话不说当起了散货童子。这波额外的收获都给小夫3人看呆了。之后大雄找到静香，想带她一起飞，小老妹子反手一个拒绝，因为她约了男神要过2人世界。不仅当着大雄的面把学霸请进了家，还顺手关了门。大雄一气之下，竟在路口撞翻了胖虎，而虎哥脾气相当好，一个和善的微笑就要把大雄做成肉酱当下酒菜。大雄只好递上一张反包毕业证，本以为这张毕业证效果拔群，会让胖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，因为胖虎觉得毕业要有仪式感，必须来个封神之拳。这个要求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非常 nice， 要不是大雄懂得敦草为锁，早就升天了。可惜喜提一堆盆栽的小夫就没这么幸运了，因为找不到大雄的胖虎决定随机收割人头。眼看小夫就要被锤成小2人，小多拉一个反手掏撕碎了证书，可胖虎拳头都举好了，就免费送了小夫一顿拳头大餐。与此同时，大雄递给静香一张作业毕业证，让静香跟作业彻底说拜拜。两人小手拉小手冲出家门，决定远离出木3，快活似神仙。可他们刚变成神仙伴侣，对面河道就冲出6名大汉要开团。于是大雄二话不说，撇下媳妇儿直接跑路。他躲在一处死胡同内，在毕业证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本想让大家忘记自己，没想到脚下一滑，就误伤了自己。从此，大雄跟那个游手好闲的自己，跟那个成天混吃等死的自己，以及那个0分制造机的自己，彻底说了拜拜。所以当他明目张胆走在众人视野前时，别人竟没认出这张棱角分明的学霸到底是谁。恶意的流量密码到底有多可怕？小夫为了博眼球编造的谣言，想让静香决定跟大雄原地离婚。这一切还要从大雄在路边遇到一个球说起。胖虎想让大雄摔，如果大雄胆敢反抗，那就只能让假摔变成真摔了。而这一切都被小夫拍了下来。从蓝胖子笑着小夫的嘴脸，就能猜到出大事了。这是小夫打造的连载报纸《小夫时代》，而这次的头版头条就是大雄的1000次连摔。感觉到被同伴嘲笑，大雄只好日常自闭。为了帮大雄以恶制恶，蓝胖子拿出爆射机，只要将天线拉出，机器就会给出八卦方位，再将旗子戴在头上，相机就会带着你吃到最新鲜的瓜。比如老妈的这个瓜，震惊！老母亲竟对人类幼崽不闻不问，睡起了午觉。这新闻要是当了头条，估计大雄也就跟这个家说拜拜了。于是大雄拿着设备准备出门寻找爆款头条，可相机却把大雄带到了神城家中，也不知道神城还有几个花盆能让大雄砸。大雄被带到一处角落，虽然看不到，拍就对了。震惊！七旬老人喜提6胞胎。大雄继续跟着相机的脚步，抓拍到了玩具飞机坠毁的画面。可这些内容估计没一个能成为爆款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大雄看到了虎父2人在神秘的扔飞盘，便随手拍了下来。可就在大雄寻找下一个八卦时，相机却把箭头指向了大雄，因为大雄回回考0分。就算大雄不害臊，班主任也害臊了。与此同时，相机被小孩捡到，帮大雄完成了助攻。震惊！老师竟对回回0分的学生不离不弃。大雄被这标题气到原地蹦迪，而这一幕恰巧被小夫拍到。当了一天记者的大雄将收获放进报社机，仅仅1秒钟，报纸就印刷完成。可这些瓜却被走在吃瓜最前线的蓝胖子评价为毫无新颖。为了满足自己的吃瓜愿望，他希望大雄可以更有毅力的到处走走。但此时的街道已变了风向，大雄被人指指点点，就连静香也认为大雄是极品人渣。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小夫打造的热搜。这条新闻让大雄不淡定了，震惊！他竟然抢了孩子的玩具。
明只是从孩子手中拿回自己的东西，却被小夫断章取义，写成了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内容。于是两人决定找小夫明辨是非。可21世纪是个言论自由的时代，谎话又怎样？流量才是密码。而就在这时，大雄突然智商上线，他用手中的照片揭穿了小夫摆拍飞碟的假照。他决定用谎言击破谎言，这波无影手直接将小夫打成重伤。小夫标准的日本贵将成为大雄打造的下个热搜。小夫治的服服帖帖后，下一个就轮到胖虎了。胖虎的内容未必能成为爆款，但扛不住数量多呀。情到深处，大雄不仅呐喊了起来，给回头看不到人的胖虎整得一脸懵逼。小老胖虎想抢书，结果还是本看过的；想抢糖，结果又担心吃完会长蛀牙。大雄一时没忍住，让胖虎好好当个坏人，被人无缘无故叫成坏人，胖虎便决定当回坏人。大雄都被锤到痛不生育了，还不让蓝胖子赶紧拍照。所以说这个头条到底是谁会比较丢人呢？在未来世界，工作学习再也没有摸鱼者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鬼怪短裤，只要穿上它，正常人会秒变精英，疯狂搬砖。0分学渣也会熬夜苦读，拿到2位数不及格的成绩。今天大雄喜提0分试卷1张，关键考0分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连续5次0分。一想到老妈会变身顶着妙脆角的魔鬼，大雄就肚皮一翻，原地去世。小多拉只好送了他一条内裤外穿的魔鬼短裤。岂料老妈并非为了日常打娃，而是想让大雄当个扫地机器人。可正常孩子谁爱干活？于是小多拉只好在短裤上写上打扫，想让大雄被迫勤劳。可大雄反手一套，就把机会送给了好吃懒做猫。老妈对擦到反光的房间相当满意，岂料小多拉强迫症上身，不仅掏出放大镜，还用老妈的原味丝袜教了一些清扫缝隙的小妙招。看着小多拉堪比开学前学校大扫除的阵仗，大雄只好一招射死脱裤，才让小多拉重新变懒惰。于是大雄二话不说写上学习，把短裤穿在了身上，一秒变身学习之鬼，把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教材都搬到桌上。从1年级开始饿不起来，就连吃饭时也书本不离身，爸妈顿时高兴极了，觉得考上东京大学都问题不大。从此大雄变身行走的复读机，上学路上背单词，就算被嘲笑学渣想变学霸痴心妄想，大雄也开着隔绝防护罩无动于衷。上课时间就更狠了，大雄直接举手表示一堂课全都没听懂。放学后更是留下老师陪自己恶补，直接累到老师去村口吃了席。回到家也是全程高能，将0分试卷贴满整个房间鞭策自己。终于在大雄熬夜苦读累爆俩眼球后，喜提了人生第一个2位数成绩，还把垫底的成绩无缝传承给了胖虎。看着区区9分的成绩，胖虎顿时变身战斗少年。因为考不过没脑子的大雄，那就等于说自己连个傻子还不如。于是他不仅送了大雄满头包，还警告他以后只准考0分。大雄只好上书3个大字：干架，把自己包装成了干架鬼。只见他找到胖虎正面刚，约对方在下周5来一场我活你死的对战。胖虎自认天下无敌，决定在当天打爆他脑浆。从此大雄便以树木代替胖虎，疯狂地练着灭虎神功。回家时内卷，上学时更内卷，只为有一天打败小镇恶霸。可惜所有人都下注大雄会被秒杀，直到看到他对上小镇最强恶犬。本以为大雄会是送上门的外卖，岂料他竟打走了狗子，就差熬上一锅清汤直接煮了。小夫顿时姨妈上头，要改投大雄完胜胖虎，还主动跟大雄攀亲戚，说他们是同一个祖先。要是这么算的话，我跟马云爸爸那绝对是亲戚。我从来没碰过钱，我对钱没有兴趣。胖虎以为这是场白给的对决，可他在路过河边时，看到大雄一招平平无奇的背刺，竟然折断了千年古树，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，一脚地板油就直接跑路。殊不知这棵树早已被河水浸泡成了豆腐渣。对决当日，大雄刚一出门就遇到一群熊孩子撒豆攻击。原来今天是日本的节分，有撒豆驱鬼的习俗，而大雄恰巧就丧到成了那头鬼。为了逃跑，大雄一个箭步就是一招裤裆开炸，不仅摔成了全身骨折，恶魔附体的增益效果也没了。但意外永远阻挡不了2个老六空地开炸。明明2个人怕成了帕金森，还都扬言要打爆对方脑浆，让他不孕不育。小伙伴们都惊呆了，没想到来看约架竟成了嘴强王者的对决。也不知道2个学渣谁的嘴上功夫会更强呢？有一种戒叫胖虎戒，有借无还的那种。没看完的漫画，胖虎帮你看完剧透；没通关的游戏，胖虎免费帮你通关。多么好的一个人呢！回到家的大雄学着胖虎的每日一善，恨不得送这种人下18层地狱，体验地府1日游。作为大雄的育儿机器人，那必须要有求必应。他拿出地狱香，看这造型，难不成又是未来的儿童玩具吧？岂料这时，老妈让大雄交出今天发下的成绩单，大雄慌了。
成啥单？啥技单？成绩啥？结果下一秒，大雄去了地府，牛头马面拿着40米长的大铁钳，就要对大雄动用酷刑。因为大雄犯了错，明明考了0分，却要对老妈撒谎，那就只能大雄吓得一蹦2米高，大雄他跑，牛头马面他追。就在危难时刻，大雄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才逃过了牛头马面的夺命连环钳。大雄不理解，只是撒个谎，至于吗？可就算拍死只蚊子，或者吃饭没吃干净，都会下地狱。蓝胖子以为大雄怕了，刚想收回道具，结果大雄一把夺过。至于刚才救了大雄的救命稻草，其实是地狱箱的人性化设计，只要按动箱子下方的开关，就会将地狱中之人救出。于是大雄找到小夫，两人一拍即合。结果下一秒，因为两人背后说胖虎坏话，再次遭到了阎王的审判，差点就成了煮熟的人类。本以为遭遇倒霉2连击的二人会放弃复仇的机会，岂料两人一猫在路上偶遇静香，就到这时，静香被蚊子刺客偷袭，为了不让静香遭受杀生之苦，两人选择奉献了自己，在地狱做了个脚底 SPA， 也不知道两人能否活着看到活着的胖虎。可当两人找到胖虎时，胖虎却因为两人狼狈的造型大发菩萨心，毕竟自己的小弟只能自己欺负。既然胖虎不走寻常路，两人也不必脚下留情。可胖虎还没来得及施展虎虎生威拳，两人就因为脚下不留情去见了阎王，一起玩起了蹦迪。就这骚操作，就算开了无限命的挂也不够用啊！既然武斗不行，只能智取。两人让蓝胖子拿出任意门，然后来到小夫家，挑选了整整1箱贡品。只要胖虎敢抢，那18层地狱估计得走好几圈呢。无人的空地上突然出现1箱珍宝，两人就在胖虎想占为己有时，胖虎终于去见了阎王。可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胖虎偷东西有罪，熊夫2人设套有罪，蓝胖子想撇清关系，可因为他逃出过任意门，也成了帮凶。4人一个都别想逃。直到这时，胖虎就当起了最强王者，因为他的字典里没有偷，只有借。至于什么时候还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于是阎王放走了这个本质不坏的孩子，而其他人就等着彻底毁灭吧。大难不死的胖虎赶紧打开瓶饮料压压惊，还将地狱香当成了饮料杯，诠释了什么叫大水淹了阎王庙。眼看杯子只进不出，胖虎气的就是一通死亡摇晃。上一次敢这么摇碳酸饮料的已经上了西天。只见地狱香长成了气球，不知道阎王现在是否后悔提前放走胖虎这号人了呢？石原纯手工打造的潜水艇能有多牛逼？不仅能在没有海的深山近距离观看深水鱼，还能将人类看成深海怪兽，无脑嘲讽攻击。然而这个二手地摊货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大雄这天做了个海底2万里的梦，接到一条鲨鱼一招嘴脸鲨，直接把他吓回了现实。一睁眼就看到一个巨型信封空降家中。据小多拉所说，这是未来的无人上门推销，里面会介绍各种未来商店的奇葩商品，而里面正好就有个深海潜水艇。大雄觉得这只潜水艇托梦给自己，让他疯狂买，可惜这东西贵达一个小目标，直接把大雄吓出了表情包。他的膀胱一扫，就发现了一个10块钱的地摊货。虽然这只是一个纸壳小样，但大雄还是使出最油腻的求猫手法，逼迫小多拉下了单。订单刚送走，大雄就被秒到的快递砸成了妙龄男尸。而这个地摊货相当大，大到两人先这样再那样，不出3秒整完收工。这潜水艇简直就是血赚，光卖废纸壳估计就能翻倍回本。之后小多拉拿出缩小灯，将潜水艇缩小后，带着大雄杀到了后山，而这里将是他们深海潜水的出发地。大雄一招怼定杀，将小多拉推进内部，接着关闭舱门，外界就莫名其妙变成了大海的感觉。而两人的深海之旅也正式开启。只见潜水艇潜入水中，带着他们感受海底2万里。别看外面珊瑚鱼类应有尽有，但只要按下窗户旁的按钮，就会切换回外面真实的世界。比如这头40米长的深海水母，实际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气球；再比如这头深海巨型蟑螂，实际是公园的轮胎。眼看气氛都被自己破坏的差不多了，大雄便决定当回老司机，向着深海一路进发。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古迹，决定把它当成亚特兰蒂斯来探索一番。没想到一进城就发现了 N 个小目标的财宝，还好大雄没捡漏，否则就要变成收破烂的了。之后他们又发现了一条美人鱼，看着它进入一座废墟，虚掩了房门。于是两人一招穿墙术来到了房间内部，看到了一处深海温泉。继续穿墙而出后，
再次发现了美人鱼。岂料美人鱼鱼狠话不多，直接原地开挂放了大招，差点让不防水的潜水艇恢复出厂设置。逃出升天的两人看到了海雪。据小多拉所说，这些是生活在海里的浮游生物。实则是虎妈弹起了胖虎自出生就没洗过的被子，那味道是臭里透着酸，简直棒极了。之后大雄遇到了海底火山，吓得两人一脚地板油，直接撒油那拉。正巧就遇到两头傻鱼，这脸部特征就这把虎父二字写在了脸上。正所谓狭路相逢必有两死，大雄二话不说就占路为王，怼着两人就疯狂隔窗嘲讽，接着一脚地板油直接跑路。然而胖虎可不是忍者，怼着潜水艇就是一波远程输出，眼看窗户都被端了，大雄连忙加速逃跑。岂料胖虎一招蹲位拉扯，外加一招大力狂拽，在把自己摔成妙龄男士的同时，也让潜水艇彻底失控，眼看要掉进火山变成烤肉，大雄连忙紧急上浮，本以为躲过了这波致命伤，可意外还是如期而至。因为制作时偷工减料，操控台直接散架，而上浮的潜水艇也一个180度旋转，朝着火山就是一波死亡下坠，潜水艇内瞬间变成烤肉现场。两人虽然逃了出来，可因为砸翻了虎父二人的 BBQ 趴，真正的危险估计从此刻才真正开始。